同一种恨唤醒我。你和我的故事陨落了像烟火，像飞蛾在扑火，任由宿命操控魅惑。哦，那影子深藏在光尘中，迷失在这城市，忘了山是枷锁。用爱图个归宿，却自食其果，不由你我。不然释怀偏执，是不过的坚持，用一生的遗憾写成诗。我乱总太迟，原来你只是手心的影子。流入市场的劣质非法阳痿药已被警方悉数回收，幕后主使 Frankie 洪楚文、康龙前股东丁世运以及美籍华侨 Josh Lee 将被提控上庭。今天起，好了，你别念了，把平板留在这里，我自己看。还有事吗？警方过来取证和调查，现在在楼下。吩咐下去，叫下面全力配合。好，那我先去工作了。Janice， 这个星期所有的行程替我取消。取消？那去上海跟眼科权威签约的记者发布会也取消吗？是的，全部取消。好的。Dr. Bay。Dr. Bay， 顾先生，他的情况怎么样？暂时还算稳定，希望清除了脑里的血块，他能醒来。不管什么代价，一定要救活他。我们会的。谢谢你。你在这里好几天了，回去休息吧，我会照顾他的。我要等他醒来，我怕他醒来了看不起我，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他说。Dr. B 说了，他伤到了脑袋，一时半刻是醒不来的，还要等手术。他会醒来的，我欠他的都还没还，他怎么可能不会醒来？你没事吧？你的药呢？刚有了，没事。你也想躺倒在病床上吗？你是担心万一现在的我身体出事，阿聪救不了我，是吗？说话注意分寸。你出去吧。你不用走，你是阿聪的朋友，我们没有什么秘密不能让你知道。你什么态度？你是在怪我吗？全世界都会做错事，除了我爸。你是说我错了吗？是我错，错在我当初不应该活下来。因为我非常讨厌自己这具身体。你为了救我，你伤害了我身边所有对我好的人。
如果我不是康荣的继承人，你还会不会大费周章做这么多事来救我吗？你还会不会做犯罪集团的傀儡，做假药伤害人？如果阿忠的身体没有利用价值，你还会不会叫董德培不计一切代价把他救活吗？在你的眼里，我真的是坏人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发现我根本都不懂你。阿聪，他告诉我你逼死了秀华阿姨。我很努力的想说服自己，说这不是真的。我选择相信你。是，我现在很后悔，我非常的后悔。我后悔当初我没有相信阿聪，我没有站在他身边。如果再重来的话，我绝对不会这样对他，他就不会这样，他就不会躺在这里。快带他去找Dr. Pei。你根本还没缓过来，不应该逞强的。你这样不辛苦吗？阿聪现在比我更辛苦。你们两兄弟都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折磨自己，让身边的人担心。对不起。你知道的，云聪不会想要看到你现在这样子。我也不想看到他这个样子。他会醒来吗？控制你的呼吸，要不然你真的要进去了。从小到大，因为生病，我被一次一次的提醒要控制我的情绪，不能太高兴，不能生气，不能伤心。就算身体再难受，也一定要忍着，不能哭。我经历的所有，都是阿聪陪着我的。他本来不需要像我一样，经常性出医院，不需要打针，不需要吃药，就因为陪着我，我什么都没有为他做过。他只叫我站在他那边，我犹豫了啊！我竟然犹豫了，我怎么可以犹豫啊？对自己太失望了。他不会怪你的。他应该怪我的，我凭什么被原谅？我拿走了他身边所有的东西，连他最在乎的秀安阿姨，也是因为我才会受委屈的。刚才你在病房说，秀涵阿姨是被人逼死的，是真的吗？我不知道。有人去过小草原捣乱，秀安阿姨嘴里一直向我爸求饶。我希望不是真的啊。可是阿聪这样说一定是有原因。他开车撞我爸，一定是承受不住了。换成是我要承受这些，可能早就崩溃了。云聪还是云聪，到了最后一秒，
还是狠不下心伤害谁。他一定会醒来的，一定会。你怕允泽死，难道你就不怕允聪也死在手术台上吗？我知道你不疼他，可是，在允聪面前，我教他要记住，爸爸会是他最亲的人。可是为什么他最亲的人，偏偏就是伤害他的那个？什么事？爸爸，哥为什么没有回家？他生病了。如果要从你身上拿走一样东西，才可以救你哥哥，你愿意吗？如果要救你哥哥，你需要去住院、打针、吃药，怕不怕？打针很疼的，真的不怕？如果我痛一下子，哥哥以后就不生病，那我不怕痛。你真的打算把他们送去越南，不试试在这里想想办法？允泽已经等不了了，我不能冒这个险。允聪还没有成年，在新加坡做这台手术会有争议，也没有办法申请正常渠道。张爷就是知道你会心急，才会开出那种条件。自从决定让秀环消失之后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你不知道，依依死了以后，我那个岳父就没有正眼看过。只有允泽活着，我才能在康龙站稳脚跟。你知道我没得选择。你让我非常、非常讨厌自己这具身体。你为了救我，你伤害了我身边所有对我好的人。如果阿周的身体没有利用价值，你还会被叫走隔壁，不计一切代价把他救活吗？会。会。喂，好，在哪里？我下午公司还有会，你有半个小时。学弟，好久不见啊！你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，不太适合叙旧。你贵人事忙，我们不是刚见吗？你不说我忘了。那天我有事早走一步，错过精彩的一幕。听说你儿子受伤了，哪个儿子啊？死了吗？唉，干嘛用这样的眼神看住我？我知道你家里有事，这几天一定很忙，所以我也是拖了好几天才来找你的。怎么样？我是学长，够体贴了吧？你儿子在我们那边换肾了多少年，我们就合作了多少年。这份情谊啊，永远在。所以我一有大生意，我第一个想关照就是你。心领了。这里的药厂刚刚被扫，风声很紧。收起你的如意算盘，我无能为力。还有。Frankie 出事的，越南那里的药厂，到此为止吧。
干嘛这么沮丧啊？做我们这行的，损兵折将是常有的事啊。Frankie 不在了，找个人顶替他，帮你看管越南那边的事，不就行了吗？张烨，20年了，你该捞的也捞够了，适可而止吧。喂，当年你来求我帮你儿子换肾的时候，你是多么低声下气啊！怎么啦？现在想耍赖啊？扮金高啊？我暗地里替你们做了多少事啊？就算还，也已经还清了。我给你句忠告，贪得无厌，没好下场。我也告诉你，这游戏一开始就是我说了算。你要是忘了游戏规则 ，it's okay， 我有办法让你想起来。顾允聪，我刚下了班还不想回家，就过来陪陪你。是我笨手笨脚吗？早上帮你洗你脚上的伤口，你又流血了。伤成这样，你应该很痛吧？我就知道，你一定又会忍着痛，安慰我说你没事。你就是个傻瓜。你看你，胡子又长出来了。我还不专业，不太会用刮胡刀。昨天帮你刮胡子的时候，刮到你流血了。我想我是来报仇的，谁叫你不喜欢我？这几天我想过了。只要你醒来，我就破例一次原谅你。所以明天的手术，你一定要撑过去，知道吗？有疑似引进美国药厂新推出的标靶抗癌药，资料搜集有进展吗？我整理了康龙近10年的癌症患者药物使用记录，我已经 email 你了。我也整理了患者的病历报告，针对旧的药物和新的药物做了对比，已经发给你了。还好，辛苦你们了。等一下午餐我请。哇，谢谢老板。好了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就出去忙啦。那为了方便你看，我们都已经打印出来了，资料都在里面。谢谢，拜拜，老板。
从表面看，2016年开始到2019年的癌症数据确实有点古怪。会不会是巧合呢？还是其中出现了什么问题？也有可能是这份数据记录出错了。康龙这么大的一个机构，数据出错，怎么可能没人发现？如果你要答案，我明天早上帮你看看这份东西。顾远聪的手术怎么样？没特别的消息，应该就不是坏消息。母亲意外坠楼死，儿子车祸住院，真的是纯属巧合吗？我好奇康龙传开的父子反目成仇，究竟是不是八卦？好，我帮你查看有没有蛛丝马迹。说起来，顾允聪真的蛮可怜的。他跟顾兆华虽然是父子，可是他跟顾兆华完完全全是两类人。顾允聪，他是个好人，可惜了，伤得那么重，能不能醒来还是未知数。舅舅做了之后，这房子一直空着，聪哥你就安心住下来吧。谢谢。小心！聪哥，你的伤都还没好，本来就不应该瞒着大家出院的。真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做错了。这跟你没关系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可是我是帮凶。没事的，我能离开康龙，我心里会好受一点，肯定比留在那里康复得快。Uncle Frankie 把这间屋子留给你，就是让你租出去赚生活费的。我不能够白住占你的便宜。不占便宜，随便住，我的生活费我能够自己赚。我已经找到工作了，下个月底拿到工资我就转给你。聪哥，你是病人。按理来说，本来就不应该出院，你还要去打工。反正房租我是不会收的，要给你就给舅舅吧。人总需要自力更生的嘛。我的身体我清楚，你别担心。不担心才怪。我相信自己能够熬过去，你相信我吗？记得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哪里，包括石原。许愿也不能说。嗯。这个眼药水的成分适合你的症状，可以用的。你可以拿去柜台付钱。好的，谢谢。嗨，前几天我去医院找你，才知道你出院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我在康龙采购部这么久，跟很多西药行都有联系，有人给我通风报信的。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，方便喝点东西聊聊吗？你为什么突然强行搬出院？你知道你这样做，整个康龙和你哥都乱成一团吗？
大家都在找你。私人理由。你对我可以轻描淡写带过，不过你跟你爸闹不和，兄弟反目成仇这件事，已经传遍整个康龙。要多难听有多难听。今天来找我，不就是为了打听八卦吧？我跟你开玩笑而已，不需要那么严肃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一点都不像你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也不像你。人有很多面相，我以前只不过是选择性让你看见懦弱的我。柔弱的女人没有杀伤力，比较好相处。难怪。我出院的时候接过岛森的电话，他在电话里提起你没有半句好话。原本我以为只是你们兄妹俩不和，他跟我说你不简单，是真的。我爸风流，3天2头就有女人找上门来演后宫斗剧。你试想想，在这种家庭长大，我能有多单纯？不学会耍心机，才不可思议吧？所以你是故意接近我哥？那揭发假药厂的事情，没错，我设的局。你们是我用来杀肥羊的那把刀。什么意思？我在康龙没权力没地位，我说的话当然没有人会信。要不是借用了你们2个兄弟的手，我怎么能废掉你爸的得力助手？我还以为只有我家会有这种煽情的片段，原来天下的乌鸦一般黑。职场上谁不是乌鸦？不过你爸，他跟大家不一样，他不止一般的黑。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在康龙做见不得光的事。康龙必须重整，我要看见康龙改朝换代。抱歉，我对康龙没有兴趣，这些事情你不用告诉我。你先别急着走，我找人了解过你妈的背景，也知道了一些故事。她就这样走了，你总会有点不甘心吧？你爸待人处事的作风，我和你一样都不认同，所以我有信心你会跟我合作。你不需要算计我，我不会成为你理想的妻子。未必是妻子，我们可以互惠互利。我不相信你不知道，从小我在顾家就是个小透明，不可能帮到你的。就算全世界质疑，也不要轻易怀疑你自己的价值，这是我从小到大的信念。所以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聪，我找你找好久了，你去哪里了？你不回信息，不接电话，我很担心你啊。你的伤还没好，走，我们回医院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好了。我还需要上班，你回去吧。我很肯定你身体还没恢复，如果你不想回医院，就跟我回家吧。允聪，经理。你刚去吃饭的时候吸尿到了，麻烦记录一下再上架哈。好。你不能搬这种东西。这是我的工作。你身体还没好，不适合工作。什么事啊？没事。上班时间不适合聊天，你回去吧。你不能搬，人家要做生意的，我要上班，你可以先回去吗？经理，你的药行一天净赚多少？我今天全买单。啊？经理，能不能给我5分钟？我先跟他聊一聊。你不走，我是不会走的。哎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私事要处理？再这样影响顾客，就别来上班。对不起啊，经理，他本来就不适合上班。好啊，那你以后就不用来了。经理。
聪，你不要走了，你的脚不痛吗？那，对不起好不好？你不要生气了。好，我原谅你。从今以后，请你不要再来这里找我，我会丢了工作了。你的脚现在不适合久站，不适合打工。聪，你不要这样了好不好？我不打工，我还能怎样？靠什么吃饭？你又不是没钱，就算你没有，我有啊。我就是不想用顾家的钱，我只想一个人，不想再和顾家扯上任何关系。你为什么不能成全我？我知道，之前发生太多事了，你需要时间消化。可是你可以不要一声不响的出院，一声不响的失踪吗？你之前不是说过，希望阿姨无缘无故失踪，让你很难受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关心你的人也在体会你当初的感受吗？关心我的人，现在还有关心我的人吗？有，至少我和许愿还担心你。许愿为了找你，不顾自己实习的分数请假，能找的地方我们都找了，后来也只能每天在小散人过夜，在小散人等你回来。我不是瞎子，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。你什么都不说，就是让着我。可是我懂，我懂他心里那个人不是我。可是我反正觉得高兴，因为有人在乎我弟弟。你一直为我付出，你值得比我得到更多的。如果你讨厌我，至少让他陪你好吗？你没有必要这样，不需要任何补偿。我欠你，这里有一道坎，注定这辈子都过不去。没资格谈幸福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我过得好，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对不起我妈。那你就这样折磨自己的身体吗？不然我还可以怎样？报仇吗？不是没有试过。后来是你选择站在他那边的。就算不是我，你打从心底里也没打算过要伤害谁。如果你真的恨爸恨得够彻底，那天你就不会转方向了。可是你没有。由始至终，你宁愿自己受伤，也不舍得伤害我们，不是吗？是我懦弱，我连帮我妈报仇的勇气都没有，我还能做什么？聪，聪，你别动了，不然你脚真的废了。来，我来背你。你不要再碰我了。来，走，你不要再管我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不是说过，谁都不能丢下谁的，忘记了吗？我们不是小孩子了，有些事情不是想装就能装得下去的。错了就错了，回不去就是回不去了。聪，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没有办法面对你。我不明白为什么爸爸明明做错了，他还是坚持自己没有辜负谁。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他。知道你会受委屈，也可以不用原谅。我只希望我还可以是你哥。如果你3年放不下，我可以等5年。我能活多久，我就还多久。我什么事都可以答应你，只要你心里能舒服一点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。是吗？那你把你名下所有康龙的股份都转给我，你愿意吗？好，我全都给你。
萍姐，以后不用煮这么多，吃不完浪费。顾先生说今天回来吃饭。顾先生，爸，我吃饱了，你慢慢吃吧。站住！都这么久了，还在跟我怄气啊？我找到阿聪了。连董特别都会关心阿聪的去向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像父亲？你真的可以对阿聪不闻不问？他不喜欢回家，我已经给他准备了一笔钱。看来你真的不了解他。这么多年来，他要的都不是这些。小时候他想要的，只不过是爸爸对他像对我一样。他羡慕我能够亲近你。他现在想要的，只不过是你肯承认自己做错，承认你辜负了秀华阿姨。哪怕是撒谎还是骗他也好，要你告诉他，这么多年来，留他在身边，不仅仅只是利用他，有这么难吗？我怀疑你的心是不是石头做的？这么多年来，他默默地一直为我们付出，你一点知觉都没有吗？我答应过聪哥不出卖他的，你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，不然以后他有需要也会找我帮忙的。好，我不说。那你看着他，我先走了。雨聪，不要再走了，可以吗？我很担心你的伤口。你的泡面都泡过头了，别吃了。我下去帮你买吃的。你别忙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，你回家吧。你是病人，吃的不定时又吃的不健康，身体怎么会好起来呢？我现在回家收拾，搬过来和你一起住。我家没有空房间，不方便让你住。
那我睡客厅。你回家好吗？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想让你身体快点好起来，回到正常生活。小散人已经丢下很久了，我和贝贝每天放工后都会过去帮忙。你真的不要管了吗？还有疗养院的院长、安干弟们都说想你了，你不想回去看看他们吗？我见过我哥，我已经拜托他花钱请人运作小散人。我现在已经是个伤残人士，我没有能力兼顾照顾其他人。原来你也知道你有伤，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。我跟你学的。你的闲事我管定了，就当做我是厚脸皮吧。只要我帮得上忙，我不介意你怎么看我。你不要再对我这么好了，我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。我的世界现在没有光，它一片黑暗。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干嘛。是你说的，总要有人做那道光。我可能不完全了解你们经历了什么。不过，如果你觉得留在这里很痛苦，我可以陪你去任何地方，甚至离开新加坡。知道你为什么不快乐吗？是因为你总是替别人着想，把委屈都留给自己了。你可以自私的，你不要推开我了，好吗？似曾相识的对望，隔着陌生的荒凉，那些刻骨铭心的雪花，雨暖了就融化，心有灵犀的天真，夹着谁